山治在甜点城的郊外找到了一片狼藉的战场，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是路飞干的。他翻遍了战场上的尸体，在一处角落里找到疲惫不堪、皮包骨头的路飞，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路飞闻到食物的香味，本来已经失去意识的他睁开眼，看到了站在面前的山治，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山治将脸撇到一边，不敢正眼去看路飞。路飞倒是不在意，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久了，你也太慢了。”山治想起几个小时之前自己还对着船长一顿回旋踢，心中惭愧不已。他只有地说道：“我可没让你等我。”路飞无所谓地笑了笑，肚子咕噜噜又响了起来。山治将手提篮子放在路飞面前，心里又高兴又难过。你这家伙总是这样，任性也要有个限度吧。路飞闻了闻篮子，里面是他最喜欢的食物，心情顿时大好，所有糟糕的事情就忘到脑后了。你这不还是来了吗？路飞打开篮子，从里面拿出了脏兮兮的便当盒子。山治转过身，一边走一边面无表情地说道：“能吃你就吃吧。”半路掉在地上，被雨淋了，而且也挤坏了。路飞看到便当盒子里的食物已经一团乱麻，上面沾着黑乎乎的，不知道是酱汁还是泥巴，肉烂的都碎了。路飞拿起肉腿就啃，开心地喊道：“太好吃了！”山治一愣，斜眼看着狼吞虎咽的路飞。路飞一边大声咀嚼，一边大呼好吃。草帽团伙伴们喜欢吃的东西都在这里面。路飞感叹，真想让伙伴也尝尝。很快，2盒子便当被路飞一扫而光，皮包骨头的路飞立马恢复原貌，满血复活，元气满满。山治想离开的脚再也挪不动半步，他找了个地方慢慢坐下来，捂着脸，心里十分痛苦。这下满意了吗？路飞开心地回答：“还是你做的饭最好吃。”山治冷漠地说道：“吃饱了就回去吧，我要留下来。”这种事情路飞怎么可能答应？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蛋糕岛，就是为了带回山治。而且路飞现在已经知道山治和布林的婚礼是一场骗局，这样一来，路飞更不会丢下山治不管。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山治态度坚决。路飞大声质问：“为什么？”山治缓缓道出理由：首先自己侮辱了远道而来的船长，而且对毫不反抗的船长竭尽全力的攻击，所以已经无法再回到队伍里了。第二，山治放心不下东海的哲夫船长，除了哲夫，整个巴拉蒂海上餐厅的人都性命堪忧，自己不可能丢下他们不管，更不能从婚礼上逃走。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山治无法视家人的生命于不顾，亲生父亲、亲生的兄弟对山治来说一点恩情和感情都没有，他们都是人渣，而山治对他们也只有恨。一想到儿时那段黑暗的时光，山治就恨得浑身发抖，但山治就是没有办法对他们见死不救。山治冷漠地看着路飞，基于以上3种理由，我不能和你走，听懂的话你就回去吧。路飞听后怒从心起，一个箭步窜出去，跳到山治的前面，接着一拳头重重地打在山治的脸上，将山治击飞，将后面的石头撞得粉碎。你小子给我说实话呀！山治一愣，随即与伙伴们在一起生活的一幕幕止不住的在脑子里回放。每到吃饭的时候，伙伴们就围在自己面前吵着问吃什么。钓鱼的任务交给乔巴和乌索普准没错，他们一定会按量完成。厨房里的食物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踪，发生这种事不用多想，一定是路飞或者乌索普干的。偶尔被带坏的乔巴也会偷东西吃。桑尼号上每一天都热闹又欢乐，大家生活在一起，充满欢声笑语，轻松又自由自在。可是山治很难越过大妈和加治这2座大山，山治跪倒在地，泪水止不住的狂奔。他哽咽地说道：“我想回到桑尼号上，但是我没有勇气逃走。明明我从来没把那群人渣当成家人，可是我却想救他们。”路飞微微一笑，点点头：“这才是你啊，山治，还有我们在，我们一起去把婚礼给毁了吧。”山治愣住了。路飞走到山治面前，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此时大雨忽然停止，黑云将尽，云开天明。路飞向山治讲述了与他分开后的事情。山治很惊讶，顺平居然也在这里。山治问了一句：“娜美小姐没事吧？”随即他想到临别时娜美给了自己一耳光，他告诉自己再也不会见了。山治悲伤地低下头。路飞自顾说道：“大家知道你回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山治更难过了，娜美一定不会原谅自己的。路飞笑了，说什么呢？娜美可是最担心你的。此时距离大妈的茶会还有5小时30分钟。这时路飞和山治听到一阵阵呼唤声，这个声音是乔巴。原来乔巴在镜世界中找到了之前和娜美通过话的镜子碎片，通过这个镜子的碎片来联络路飞和山治。路飞听到乔巴的声音后，一边回应一边四下寻找，终于找到了小小的碎玻璃。山治很惊讶，为什么镜子里会有说话声音？路飞笑呵呵地回答：“说来话长了，乔巴他们在镜子里。”路飞通过镜子回应了乔巴，乔巴等人十分高兴。得知山治也在之后，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路飞终于成功地见到了山治，不虚此行。山治一愣，随即安心地笑了。路飞马上询问伙伴们的情况。加洛特告诉路飞，他们已经通过镜子救出所有人了，而且最厉害的是，布鲁克还弄到了路标历史阵容的拓印。从一开始到达蛋糕岛时的种种危机、不安、无助，
此时终于烟消云散，这应该是大家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了。黑德勒终止了众人愉快的谈话，问路飞是否把话都说清楚了。路飞语气一沉，说道：“山治还不能回去。”众人一听，立刻发出绝望的尖叫声。然而路飞接下来的发言让大家更加绝望。路飞告诉大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大妈的茶话会和筹备好的婚礼现场，救出山治的家人，这样山治就会回来了。路飞说得很轻松，大家听得很沉重。听到大妈这2个字，众人就已经头皮发麻，冷汗直流了，跑都来不及，现在还要回去主动去刚大妈。路飞看着愣住的山治，已经僵在原地的乔巴等人，一脸茫然。难道是因为大家太过期待明天的行动而激动的说不出话了吗？山治知道这个事情太过勉强，对手可是四皇啊！如果因为自己的任性而让大家都陷入了危险之中，那自己也太自私了。突然，乔巴等人欢呼起来，乔巴哇哇大哭。本来以为山治和路飞大吵一架要就此决裂了，如果有办法能让山治回来，就算是十分危险的办法，大家也愿意尝试一下。加洛特和布鲁克也哭着跟着附和。娜美高兴地向路飞寻求确认，只要破坏茶会，山治就能回来了吧？山治惊得瞪大眼睛，他想开口向娜美寻求原谅，而娜美却抢先一步打断了他。山治君，关于你让我陷入恐惧的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山治吞了一口唾沫，娜美的话就像利剑一样刺中他的心脏。娜美无奈地叹了口气，毕竟是自己的伙伴，自己不宠谁来宠呢？这件事就暂时忘记吧。距离茶会也没多少时间了，既然船长决定要行动，大家应该齐心协力，着手准备。我一定要让你回来，山治君。山治激动万分，这就是求婚吗？娜美小姐。顺平向路飞确认了行动的决定，路飞坚定地点点头。我被山治的姐姐救过一命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顺平赞同地说道：“那就帮帮他们吧。不过这可并非容易的事儿，就算不是去挑战大妈，但是对大妈来说，茶会无比重要。破坏了茶会，就等于戳伤四皇大妈最期待的事情。大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任他们离开？除了大妈，整个蛋糕岛还会汇集各种各样的大臣，其中高手无数，而这些大臣还只是大妈海贼团的冰山一角。茶会上将会登场更厉害的猛将，以及从各地邀请而来的黑暗世界的帝王们。但是自己这一方面只有区区10个人。一边的布雷大声抗议：“你们是魔鬼吗？不要擅自做主，把我们也算进去。”烟囱和大妈，你们只有8个人好不好？少扯淡了。虽然只有8个人，但是慎平已经找好了盟友。就在路飞等待山治的这段时间，慎平已经将盟友的事情同乔巴等人讲述了。但这件事必须经过船长路飞的同意，也要让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慎平应导演的要求又说了一遍。所谓结盟，当然就是同一群有着同样目的的海贼达成暂时的战略合作，而结盟的对象就是卡彭匪帮贝基。卡彭贝基，那不就是将山治绑架走的家伙吗？慎平告诉路飞，在贝基的故乡西海有5位强大的黑手党掌管着黑社会，而这5位老大其中一个就是卡彭贝基。也就是说，贝基在干海盗这行之前是黑社会出身。匪帮这个名号就是贝基年轻时以子弹为名闯出的名气。贝基年轻的时候就是疯狂的人，据说他喜欢袭击毫无抵抗的生物，看着生物逐渐衰弱失去生命，贝基就感到心情愉悦兴奋异常。后来贝基混入黑道，疯狂迷恋上杀人，对于对手老大的人头也很感兴趣，但是贝基只喜欢将对手杀死，对于对方老大的地盘地位都不感兴趣，只是夺走对方的金钱。后来组织内部发生了权力争斗，贝基看着暗地里勾结的那些当权者为了权力而狼狈的样子也十分享受，是一个又残忍又恶趣味的男人。不过在刀尖上过日子可不好过，贝基在不断干掉其他老大的同时，自己的人头也被人盯上了。对于贝基来说，作用铁壁城堡将复仇者们打回去，再将复仇失败的敌人嘲讽一番，这也是一种乐趣。在陆地上玩够了，贝基出海做海贼，当然自己的恶趣味并没有改变，因为到处暗杀知名海贼团船长而出名。很快贝基就四处树敌，仇家无数。对于在海上四处被仇家追杀的海贼来说，四皇的麾下是不错的避难所。于是贝基加入到大妈的麾下，凭借强大的实力、非常稳妥的办事方法、敏锐的警戒心以及高超的防御力，贝基被大妈所看重。大妈赐予贝基战车的称号，特意将此次茶会的护卫工作交给贝基来负责。路飞打断慎平：“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听卡彭贝基的人生传记呢？”慎平话锋一转：“你们想破坏茶会，如果护卫的负责人是自己人呢，那岂不是万事大吉？”这次茶会的重头戏就是结婚典礼。然而众所周知，大妈计划在茶会上干掉文斯莫克家族以及山治，夺走加马的地盘和科技。不过图谋不轨的可不止大妈一个人，贝基也在暗地中有自己的计划，他想拿掉四皇大妈的人头。路飞惊得叫了一声，贝基加入大妈海贼团只是阴谋的开始，贝基根本没打算效忠大妈，只是为了暂时躲避仇家追杀，以及满足自己猎取知名海贼团老大的向上人头这种恶趣味癖好而暂时加入大妈麾下而已。贝克穆斯在桑尼号上被贝基偷袭绑架，其实是贝基打算找贝克穆斯联手合作干掉大妈。
但有情有义的贝克姆斯直接拒绝了卡彭。卡彭为了防止贝克姆斯泄密，才下手杀他，结果被圣品手下的鱼人所救。路飞一听非常恼火，贝克姆斯对他们来说也算是有过一点交情，贝基居然对他下杀手。如果在往常，路飞一定毫不犹豫地去找贝基算账。这也是圣品说了这一堆故事的关键所在。早在他从贝克姆斯的嘴里听说了贝基的阴谋之后，圣品就计上心来。以他对草帽团的了解，如果草帽团知道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一定会留下来救出山治和山治的家人。如果光凭己方这几个人，想要在茶会开始的这几个小时之内想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贝基就不同了，他为了暗杀大妈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将大妈海贼团的情报、大妈的弱点掌握得清清楚楚。所以圣品要与路飞商量一件事，他希望路飞暂时放下私情，与贝基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对付大妈海贼团。此时在甜点之城内，天空依然阴沉沉的，还在下着大雨。一个高挑的短发男人冒着大雨缓缓走到蛋糕城堡门前，随从立刻上前准备叫门。男人低声道：“不用。”门马上就开了。这就是夏洛特家族的次子，甜点三将星之一，一个一出手就疯狂涨粉的男人——夏洛特·卡塔库利。大雨慢慢停下来，继卡塔库利之后，另一个魁梧男子也赶到蛋糕城堡。他是夏洛特家族第三子斗大臣夏洛特大福。守门的七子士兵们刚要为其开门，大福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制住了七子士兵，表示自己可以炫一下技能。从他的身体里冒出一大团蒸汽，蒸汽通过大门的缝隙进入内部，然后化成一个阿拉丁神灯里一样的奇怪生物。生物徒手将大门掰开，将大福请了进去。大福露出装逼后的得意笑容，妈妈的茶会真是期待呀！此时距离茶会开始仅有5个小时。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